2020年8月10日傍晚，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贝鲁特港发生了全世界最严重的非核爆爆炸事故。黎巴嫩40%的人口居住在首都贝鲁特，因此死伤非常严重，至少200人死亡，超过7000人受伤。当时消防员哈迪接到贝鲁特港报案，仓库失火。哈迪与他的堂哥和姐夫都是消防员，他们迅速组成10人小队赶往贝鲁特港灭火。但仓库里堆放的东西是他们无法想象的巨大危险。几十秒内，仓库2次的爆炸，串起了巨大的红色蕈状云，摧毁了这个城市，也带走了这10名英勇的消防员。第一次爆炸的范围很小，只有在港口的厂区，因为升起了灰色的浓烟，很多民众拿起手机录影。正当他们还在诧异当中，几十秒后，恐怖的2次爆炸发生了。先出现了白色烟雾团，紧接着是冲上天际的红色爆炸蕈状云。很多民众也录下了爆炸吞噬周围建筑物的一瞬间。最远到240公里以外的以色列北部及塞浦路斯都能感受到震动，空气震波也冲击到了200公里以外的地方。由于港口地区各国人士熙来攘往，有大使、船员、游客及官员等等，这起死亡意外引起了各国关注。爆炸的原因出现了多个说法。有人猜测是炸弹攻击，焊接工人点火，码头工人则指出仓库中存放了几十袋的烟火，显见仓库管理存在巨大人为疏失，引发了第一次的爆炸。而最大规模的第2次爆炸是堆放在12号仓库内的2750吨硝酸铵所引起的。硝酸铵是工业炸药的原料，本身是很难引爆的，通常需要其他物质混合才能参与爆炸反应。炸弹专家表示，单纯硝酸铵爆炸，烟雾会呈现黄色，但当天是红色的烟雾，是军用飞弹推进材料金属锂的爆炸特征，因此有可能是军用物质连带硝酸铵爆炸。此次爆炸使得第2大谷仓塔遭到摧毁，这让疫情之下本来就很艰困的粮食状况雪上加霜。有3所医院完全被摧毁，其他医院则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无法提供足够的治疗，甚至只能在大街上救治伤患。停泊在港口的一艘大型邮轮东方女王号沉没，30万人无家可归，换算下来约占黎巴嫩全国人口的 8%， 经济损失则高达150亿美元。这些引发爆炸的硝酸铵要追溯至2013年，一艘俄罗斯的货运船罗瑟斯号运载2750吨硝酸铵，在往非洲的航行过程中，因为引擎故障而被迫停靠贝鲁特港。经过检查后，罗瑟斯号暂时无法航行，但停泊在港口又必须支付高额的港口费。由于没钱支付，罗瑟斯号被禁止离港，后续船东破产，货运船就被废弃在贝鲁特港。这批硝酸铵在2014年被带上岸，存放了6年都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多位官员曾经向相关单位要求解决这些危险的扣押物，像是交给军队或是卖给炸药公司，但一直都没有收到积极的回复。这也在事后成为法官起诉政府官员的缘由之一。调查官也向罗瑟斯号的船东和船长签发逮捕令，请求国际刑警协助逮捕。国际组织的拨款和救援物资直接移交给民间组织处理，拒绝经由黎巴嫩政府发放。从以上做法可以嗅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黎巴嫩政府当局的腐败以及消极。虽然总理在电视上承诺会惩处相关人员，但黎巴嫩人民普遍不信任政府，因此这个承诺大家都不看好。8月6日晚上，贝鲁特民众发起示威行动，要求政府下台，甚至占领政府办公室。事件升级成警民冲突，造成1名警察死亡及700多人受伤。8月10日，黎巴嫩政府宣布解散内阁，总理辞职。事发2个月后，罹难者家属在沿海公路举起罹难者遗照，抗议政府的调查毫无进展。到爆炸案的2年后，政府依旧没有给予人民完整的调查结果。黎巴嫩一直到事发13个月后才重组内阁，但调查结果难产，国内通膨飙升，贪污腐败的状况不见改善，人民也不断出逃。这些经济及政治改革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及考验。